今天我们将搭乘巴士从布拉格前往库伦洛夫。这是一座被伏尔塔瓦河环绕的小镇，河道以马蹄形弯曲包覆着，不但具有防御性，也造就了其独特的美感。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受到战乱的影响较小，库伦洛夫保存了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。1992年被国际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这里的街道、房屋和城堡几乎都像是时光胶囊，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历史氛围。巴士站位于库伦洛夫的外围，下车走到小镇的门口大约还要10分钟。一路上大多都是石板路，是个非常考验行李箱轮子的地方。因为实在不太方便行动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前往旅馆寄放行李。旅馆是一间位于巷子里面的老房子，巷子看出去刚好就是彩绘塔，很好找，也很适合拍照。旅馆主人亲切地帮我们办理入住，顺便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小镇。他说这边的游客多半都是路过，几乎都是只待一下就前往哈修塔特了，很少会住在这里，所以这边真的是一个很舒适宁静的地方。因为是老房子的关系，所以房间还蛮大的，而且家具有些看起来真的有种100-200年历史的感觉，可是整理得非常干净，住起来蛮舒适的，而且很便宜。库伦洛夫虽然是个观光小镇，但意外的这里的生活感蛮强烈的，不是所有店铺都是卖观光纪念品，可能因为这边是多数人在捷克的最后一个停留点，甚至也有一些品牌在这边也有店，也是可以稍微逛逛街的地方。而且这边跟布拉格一样，到1月初都还有圣诞市集，可以感受到不同于大城市的温暖氛围。晚餐我们听了旅馆老板的建议，去吃了在城堡下面的一间捷克餐厅。它位于这边有名的烟囱卷店的上方，但要从旁边的楼梯上去，可别走错了。这边最有名的是它的猪肋排，分量非常的惊人，肋排已经够大块了，还给一堆薯条跟面包，完全是2人份的餐点。价格大概是550元，非常经济实惠的价格。另外我们也点了啤酒，捷克的啤酒分成 Light 跟 Dark 2种。前一晚我在布拉格喝的是 Light， 味道就是介于金牌跟18天的感觉，是个熟悉的味道。但我更爱这天点的 Dark 啤酒，不苦涩又带有一股麦香味，即使像我这种不太喜欢喝酒的人也觉得不错，可以尝试看看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几乎可以说是这边唯一景点的库伦洛夫城堡。这个城堡是捷克的第2大的城堡，在多年不断的整修及扩建中，融合了哥德、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。其中有几个最知名的特点，最先就是城堡口的护城熊，这是库伦洛夫独特的传统，在护城河内养熊彰显贵族的权威，现在反而变成该地区的吉祥物。来到城堡的时候，记得去寻找一下它们。不过他们到了冬季会移到室内过冬，所以我们这次也没有看到。接下来就是在小镇四处都可以看到的彩绘塔，外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，描绘了神话和历史场景，可以购票灯塔俯瞰整个小镇。但因为现在没有卖单独灯塔的票，必须跟城堡导览的票一同购买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。如果想要跟彩绘塔合照的话，建议可以再往城堡的更后面走去，穿过斗篷桥往城堡花园的路上，在那边使用长镜头就可以用平行的方式跟彩绘塔拍照。穿过城堡来到了第3个重要景点斗篷桥，它是由多层走廊跟木质屋顶构成，远看像是个披在城堡上的斗篷，因而得名。同时具有通道跟防卫的功能，从防卫的洞口看出去，可以看到小镇的全貌，连伏尔塔瓦河弯曲的样子都尽收眼底。这里也是库伦洛夫最经典的拍摄视角。再稍微往后面走一点，有个小平台可以走出去，那边的城墙很矮，可以把相机拿高向下拍，就可以跟小镇有个美丽的合照。由于这边实在太好拍，所以我们后来又在傍晚跟晚上过来城堡拍照。虽然没什么人，但灯光都开得蛮亮的，不会有很恐怖的感觉。而且多走了2趟才发现，其实从我们住的旅馆到城堡口走路只要3分钟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当隔天一早出门发现整个小镇被雪覆盖以后，我们又跑上去了一趟。我觉得被雪装点后的库伦洛夫更加的漂亮，幸好在这边住上一晚。库伦洛夫我觉得是一个充满历史氛围却又生活感十足的地方。在小镇内乱晃，看着那些老房子就很有趣，看到每个巷子都想转进去，
而且因为小河被河流包围住的关系，所以只要看到河就往回走，就会回到小镇广场上，完全不用担心迷路问题。但建议真的不要带行李箱来这里，石板路拖起来非常的辛苦，如果下雪的话又更是危险。能的话可以考虑直接把行李寄到下一站去，或者住在小镇外围的饭店。我们因为下一段旅程是包车前往哈修塔特，司机非常勇猛的帮我们拎起2个共30公斤的行李箱上车，实在非常佩服。接下来要搭3个小时的车前往号称世界最美小镇的哈修塔特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